咱们做5遍。好，腰向左转，先放松下颌。好，先走大螺旋，重心右移，两手上捧，腰向右转，合右胯，向右做平捋。好，来走，坐胯摆脚，右腿放松下来。好，移重心，左手上领，轻扣右脚。好，到这儿注意看啊，第2个问题，不要去撅屁股，不要往前压，重心是移过来之后，找到左腿的蹬劲儿，小腿立木顶千斤。好，蹬地起，收右脚，对，转腰。好，放松下落。你看这个时候方法正确了之后呢，我们就会避免2个易错点。哪2个易错点？第一个易错点就是刚才我给大家去讲的下沉的过程里面撅屁股，这个易错点就消失掉了。第2个易错点就是我们常说的摆完之后这个行为。所以重心为什么要让大家明确，就是为了让虚实在转化的时候更清晰啊。所以到这个位置坐胯一摆脚，你看重心一到位，上身你看一直是直的，到了对不对？好，扣脚，左腿一蹬起，哎，很好，身子就不会有歪斜的，就一直是中正的，规规矩矩的去打拳。来，单边，好，金刚倒对，转腰螺旋，放松下颌，右膝稳住啊，逢转必沉。先走大螺旋，两手上捧，再走小螺旋，腰向右转。好，放松，坐胯摆脚，松右腿，不要跪右膝。好，移动重心，上身直立，扣右脚。好，眼看前方，左腿一蹬上，虚脚点地，腰向右转，两手打开，腰向左转，身法回正，冲拳领膝，落脚下踩。对，好，再来一次啊。走单边，变转身金刚倒对。好，螺旋下颌，先进大螺旋。再走小螺旋，好，到位，来坐胯摆脚，松合下去，来移重心，上身直立，不要弯。你看姐，你有点什么感觉吧？就是你的重心刚在这儿，你只是转了，你现在是边转边拧，所以你身体会歪，知道吧？好，坐这儿它就是坐这儿，重心它就是重心，压实你的腿，然后再往上走，把你的每一个动作的细节转化。一步一步走清晰，才能做到中正。这个姐姐的问题就出现在大家也会有这种情况啊！你看一走，咱坐胯摆脚是下沉摆左脚脚尖，对不对？你这样走，那你包会扭膝盖的。为啥？因为重心也在动，腰也在动，同时去拧了，那就会出现跪膝的情况。所以重心下沉为重心下沉，移动为移动。好，转腰为转腰，收步为收步，把这每一步做清晰了。上身直立，下盘稳定。来，自己试一试。来单边，好，再跟我走一次啊。好，放松，来走下颌，先走大螺旋，再接小螺旋。好，坐胯摆脚，只是坐胯摆脚，重心还在右腿。好，走重心，上左腿。好，身向左转，蹬左腿，收右步，虚脚点地，转腰，放松。好，冲拳领膝，落脚砸拳。好，自己试一下。单边。清晰一点啊，来走，重心都在左腿呢。好，左转腰，放松下颌，先进大螺旋，重心右移。好，右转腰，坐胯摆脚，只是重心下沉。好，移重心，脚尖上去，上，好，收，稳啊，就这个感觉。所以我们的膝关节就不会乱动了，知道了吧？这就是我们身法在运行的过程里边的一个核心啊，所以我们为啥说基本功很重要？记住，晚上不要去练套路，一定要光练基本功，只有大小螺旋和坐胯摆脚这些等等等等的一系列的东西啊。越是去想练套路，那么你的这个身法越会容易出现问题啊，各位姐妹，来最后一次啊，单边，好，变螺旋下颌，好，先进大螺旋，身体重心右移。再走小螺旋，向右转腰，合右胯。好，坐胯摆脚，注意身体是中正的，不要移重心，走移重心上。好，扣脚，蹬左腿，收，虚脚点地，腰向右转，放松下颌。好，冲拳领膝，下沉落脚。哎，很好，来，哥姐们，同时我们都往后退，我不动，大家往后退啊。我们来走下一个白鹅亮翅，来。金刚倒对到这个位置啊，好，像懒扎衣一样，先走小螺旋，合左胯，
右手上穿，左手下按，随后大螺旋重心来到右腿。不撅屁股，哥哥，你怎么大螺旋怎么屁股还扭一下？不扭啊！来，小螺旋腰向右转，右手打开，同时领左膝上提，身体转向右斜前方45度。注意看清楚啊！好，撤步，左脚脚尖先落地。到这儿以后，注意看左脚脚尖的变化啊！先下沉，将左脚踏实，右手合于右膝，左手合于左胯。好，进大螺旋，重心左移，这个时候眼睛往左看，你就会发现很舒服了。咱们这样去走，很容易怎么样？跪左膝啊！先走大螺旋，左手左膝，方向一致，再走小螺旋，两手向中线相合，轻扣右脚。好，收步，虚脚点地，身法朝向于左斜前方45度。好，领膝，提腿，撤步。脚尖先落地，下沉右手外捧，同样右膝朝右脚脚尖方向，翻掌重心右移，来小螺旋腰向右转扣左脚，身法朝向于右斜前方。好，继续右转，收步，两手打开，回正，放松下颌，白额亮翅。啊，左手按到左胯。右手合于右侧太阳穴前方，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？就它没有直线，对不对？左斜前方，右斜。先说一个错误啊，不要 ，OK， 就是这是我们平常练习的白额亮翅啊。哎呀，不要笑，这是很现实的事情。我们的白额亮翅没有身法，没有步法，全是手跟脚，对不对？所以咱们刚才教这个白额亮翅是有了身法和大小螺旋的运化，对不对？有开有合的变化啊！不，你们不会都是这么做的吧？啊，这还模仿来怪新，来走啊！金刚捣队啊！准备走，先走小螺旋，右手穿，左手按。好，大螺旋重心右移，腰向右转，螺旋外捧，右掌提膝，眼看右侧远方。注意看啊！左斜后方45度，落左脚，脚尖落地，先松沉放松下颌，眼看左侧大螺旋重心左移，左手左脚方向一致。好，来合胯收右脚，收步虚脚点地，左斜前方45度啊！来领膝上提，好，撤步下沉，注意落右脚先松沉，再走大螺旋，身向右转，扣脚小螺旋，螺旋不断。收步，两手打开，右手向上格挡架捧，左手推掌向外延展，身法回正，左手下捋，右手沿右侧太阳穴上方，小指引路，推掌外捧，向前向远处去走，左手按于左侧胯间外侧，距离大约1拳半，推出去啊。这是白额亮翅，身法就很明显了。连到一块来，同学们看，先看一下连起来的动作，不要动啊，走，转，它是一个这样的身法，明白了吧？没有朝着正后方退直线的情况，都是左斜前方、右斜前方，螺旋、螺旋再螺旋啊！来，再来一次。所以我们的之字步，它是靠身法走出来的，不是靠脚。不是让我们这样去走啊，这是光动了一下腿，没有动腰。来，以腰为轴，左转腰，螺旋上穿，重心移至右腿，腰向右转，螺旋外捧向右打开，提左膝。好，走，撤步。好，下沉，先进大螺旋，转腰收步，收脚小螺旋，眼看左斜前方，领膝上提，撤步外捧，先落右脚，下沉，重心右移，身向右转，扣左脚。好，收步，两手打开，回正，放松下颌。注意两个手它在不断的往前走劲儿啊，随着谁走？腰，能看到吧？腰在走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小细节啊，不要让我看到大家在做螺旋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。没有，右膝不要往里拧啊，不要拧啊。对，屈沉后坐，不要跪。跪的时候就证明你的重心在往前拧了，往后沉。把劲儿放在你的大腿后边啊！来，金刚捣队变白额亮翅，一转腰，右手上穿，左手下落。好，提膝，身向右转，
领膝撤步走下。好，先合住，左移重心，大螺旋。好，小螺旋收步，收脚，手和脚合，领膝撤步外蓬。好，先进大螺旋，再转小螺旋，收步打开。好，回正放松，下颌还原。好，开始给大家讲细节啊。这个地方从正面看我就行了。首先第一步，每一次的提膝，每一次的落脚都是要以螺旋为核心。你看，腰向左转，合左胯，右手上穿，左手下落，再进大螺旋，腰向右转，右转腰提膝，眼看右斜前方。这个时候撤步啊，注意迈步如猫形，运劲如抽丝。下的过程里边，看最大的错误都是这样啊，撅着屁股往后探，你只管下蹲。脚是往后慢慢伸出去的，老师可以看到没有？伸出去的。好，当你左脚在落地的时候，注意看啊，同学们，专门的人教的。脚尖一落地，这时候是不是还是虚脚？虚脚的作用是灵活，我可以转转脚尖啊，知道吧？我要落地的时候，我要直接落成这样，是不是下一步可难受了？所以落地的过程当中，拧转下沉，把劲儿沉下来，让脚站稳，知道不？好，再走大螺旋，其实拧最多拧到哪？45度嘛，再多一点，要么就大外八了，拧少了就成内扣了，是吧？所以说45度，先走大螺旋，你的身体会怎么样啊？螺旋画力圆，咱们现在都是手在这儿画个圆，不是，沿着两胯两膝的方向，左手上领，右手下捋，合住，然后再走小轮，你看扣，身向左转，腰向左转，左肩会向后，右肩会向前。手是怎么合住的？转腰合手，对不对？好，领膝上提，走，撤步，松沉，还是一样的要求。你看落到这儿，你的右脚随时拿，随时出，它是不断的就是一个虚脚，对不对？好，落到这儿之后，直接合下来，找到腰胯的松沉，再走大螺旋，再进小螺旋。现在撤步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，一走一落。证明什么？落脚的时候那个腿就不是松的，就相当于你把重心栽过去了，那你整个力量就会顶在你的胯上，导致你往后去倒。如果落脚的时候顶着你往前去倒，证明你在撅着屁股撤步，就这样，是吧？就直接给你顶出来了，再加上没有放松，所以立身中正，脚一落，好，松下来，合住劲儿，大螺旋、小螺旋，转回正。最后一个细节，两手，当我们合手的过程当中，手不是在身体转到正前方这样去打开，而是以腰为轴，先去随着腰向右转，向右侧把力放长伸远，然后在回正的时候，左手随腰向左转下捋，右手肩推肘走带手向前推出，看到了吧？还是在什么？以腰为轴在动。很好啊，所以这是我们白鹅亮翅的所有的动作细节。来，再跟着我做2遍啊！来，走金刚脑队，变白鹅亮翅。来，左转腰，螺旋上穿，重心右移，腰向右转，螺旋领膝，走撤步，好合，先进大螺旋，再走小螺旋，收步，眼看左斜前方，好领膝，撤步外蓬，右脚落，先沉下去。你看大哥，你脚一蹬直就一定沉不下去，而且步子也撤不出来，是不是？往斜后方45度撤，松下来，移重心扣脚，转腰，好，开，合，推出去。来，波哥，攻防含义啊！白鹅亮翅的动作攻防含义其实可简单。比如说，我们想把一个人合翻或者合倒，或者把它合到我们的身下，那么白鹅亮翅的身法。螺旋撤步，就是以这样的感觉去走。那么我们常见的这种什么推手里面的动作，来，白鹅亮翅啊，搭住手，卡住肩，或者是卡住肩，卡住脖子，身体都会有一个看这个时候看一收带回来，他的脚是不是会动？当带回来，你看脚动到这儿了，好，白鹅亮翅就出来了。脱手下拽。好，撤步合手，人就跟着咱走了。然后你再收步，看到了吗？人会有一个
这种感觉。所以左斜前方45度。如果你直直的去撤，来波哥啊，直直的去撤，拉到这儿，撤拉不动呢，为啥？人家弓步在这顶着呢，是不是？所以要先进大螺旋，先进大螺旋，找空，再走小螺旋。那到这个位置以后，我们说了螺旋上蓬、螺旋回正，这些地方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啊，不是我们在画力圆把去打手，而是在让身体看啊，手合到这儿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波哥拽我，看到了吗？在这个过程里边，他拽我，咱们去相合，坐胯摆脚外弧，合到这个位置之后，看推手啊，螺旋合手，又是一个重心右移，转腰，把劲儿带过来，对拉外蓬，螺旋转腰，合住劲儿，到这儿，那就开始使用那些下三滥的手段了。合住之后，太极拳当中很多十字交叉手，合住，合住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手是别着它的，收步，右手往外顶，左手往前推，去顶脖子，推肋骨，1、2回正。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，在这儿提前给大家说一下，太极拳没有硬碰硬的动作，能明白吗？就是这个右手不是格挡护头，他要是拿手敲你一下，你能挡；他要拿个刀呢，你还去挡，那不就找死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们的右手在螺旋上蓬的时候，一般都是以这种让劲儿，或者说把他对方手臂去拨开，然后拨开之后，顺势向空的地方去进行一个推掌击打。所以大家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，千万不要想说，比如后期咱们要学击地锤，挡头，他要拿个棍儿一下下去，胳膊连这儿带这儿都是酥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不要去想着去格挡，没有硬碰硬的东西，都是以螺旋的方式去让开，或者是以螺旋的方式把它拨开，以横破直，劲儿是动的，不是定到这儿的。所以螺旋打开，螺旋回正，眼看前方，保持稳定。最后这个白额亮翅啊，它是一个一半的动作。为啥一半动作？白额亮翅跟斜行的身法在回正的过程当中，来同学们看啊，我跟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还是抱架。白额亮翅的身法呢，最后是一个这样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虚脚点地，那虚脚的作用是干啥？变，螺旋，变一下吧，他那个他右腿不太舒服啊。虚脚是在干什么呢？是在变的，不断在变化。所以当我们白额亮翅，右手向下捋，左手向前蓬的时候，你看明显有一个向后的力量，向后的力量，右手在卡住对方的手肘往下合，它会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左手往上蓬，它是会这样子的。那就差虚脚了，知道了吧？所以白额亮翅最后这个动作是把虚脚藏起来了，一个身法做出来，有点像中国教的使绊子啊。那么如果他把斜行连到一块儿，脚一勾，是不是左腿的作用就出来了？所以我们要切记啊，太极拳有很多地方重点都不在定式，重点在转关。转关是啥？就是上式和下式连接的地方，转换的关键点的地方。所以打到这儿之后，劲儿不要停。你看下一个动作就是斜行，转腰摆掌，腰还在转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到这儿回正定式，千万不能跪右膝呀，同学们！一跪右膝你转不了了，一转自己崴着自己了，膝关节内侧就要受伤，知道不？明白大明白啊，就是心里现在明白，能不能做得出来，还得靠一个字儿练啊，练，好不好？来，金刚捣队，再跟着我走一次啊！现在我们不要考虑那么多攻防含义，说如何我去打，你们现在注意的点是啥？就是要知道这些劲儿。哎呀，等会儿啊，眯眼了。这些劲儿要走在螺旋和下沉当中。什么叫螺旋？看，跟着走啊！左转腰，合左胯，重心右移，身向右转，走螺旋。好，步伐变化，走下沉，能理解吧？好，再走大螺旋。好，身向左转，走小螺旋，身法要有左右两侧的变化，要有螺旋的身法参与。好，领膝上提撤步，还是一样，先落右脚。好，步法的变化接下沉，不要转屁股，坐
好，再走大螺旋，伸向右转，扣左脚，来，两手打开，一，好，回正放松，螺旋外捧，理解吧？就是身法在走螺旋，不断的在走螺旋。来，吴姐做一遍，我看一眼啊。2遍啊，我得看看大家的身法。哎呦天啊，大鼻子又出来了。好，走。这下干到倒卷红上了。再来，没看清，刚才好像是若隐若现看到了好多撅屁股，好像看到了好多屁股在上翘啊。来转走，螺旋，穿掌，翻掌移重心。哎呀，我漂亮姐姐呀，你怎么老忘了那个大小螺旋呢？转合走，移重心，收，手和脚合，好，侧步外捧，好，移重心，好，收1，好2，好，晚上练功啊。第一个啊，窄步法的大小螺旋，小螺旋逢转臂什么沉，好，小螺旋走完了，大螺旋对不对啊？1、2，是不是膝盖不乱晃？好，3，你看小螺旋提膝，好，到这儿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注意看啊，这个屁股呀，松沉右腿，坐下来，好，脚慢慢往外探，这是不是出来了？不要这样，你说了好几遍，不要这样啊！探下来，来走大螺旋，好看重心啊，大螺旋，膝盖照左脚，小螺旋合住劲儿，收右步，虚脚点地。对，好，到这儿以后，你看这个地方最明显了，先沉下来，右脚往外探。好，你看到这儿，你的脚是不可能蹬直，你看这个劲儿啊，随时拿，随时出，都在你的身上了。落下来，再走大螺旋。好，到这儿看啊，最错误的点在哪里？右腿不让劲儿，侧步大螺旋，右腿是不是也得让？你不让劲儿，像不像？这不一模一样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你一个不让劲儿，这屁股到这儿，我说我这猛一看，我怎么有这么多屁股呢？不要顶着你的右腿，右腿移重心，把这个劲儿让过来，然后再转腰合胯收步，再回正。你看这不都没屁股了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说下落，你左腿能把劲儿让出来，同理右腿也可以啊，右腿也可以。来，再来一次。哎，怎么老忘基本功呢？愁死我了！来，小螺旋，大螺旋，好，接小螺旋，领膝上提，好，侧步下沉，好，大螺旋让左腿，好，转腰，左膝前方45度收，好，来提膝侧右步，好，注意让右腿，别撅屁股，别顶啊，好，伸向右转，扣脚，收步，打开右膝前方，好，回正，放松下颌，你看中正安舒，螺旋自然啊，很好，来再来一次，屁股收一收啊，与肩同宽，姐姐太宽了，哎，好，非常棒啊，走，转腰螺旋穿，好，翻大小螺旋变化稳定提膝，好，侧步下颌，先让左腿，好，再转腰收右步，虚脚点地，好，侧步放，先走后弧，姐你看那一瞬间是不是顶劲儿了，想往后倒了，来收步。所以我们常说不要顶劲。好，我说一个稍微那么高级那么一点点的问题啊，就是吴姐姐身上犯的问题。她在练拳的过程里面总会有什么？总会有你看一撤步以后脚一落，这不是踏下去了吗？她会有这样的行为，稍微动一下重心，稍微动一下虚脚，然后再去移重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落脚的过程里你心里都没有底儿。每一次的下沉，看啊，左脚一踏实，当我们踏到地面了，你的每一次的收步，实腿
就没有再动的一个可能性了，知道了吧？所以脚下是有根儿的，你这么去动，相当于说你重心在中间，又是顶过来的，不是转腰收过来的。就那天跟你说的那个事儿，你又忘了啊？来，再来一次啊！脚下不要乱动。一会儿因为咱们要学鞋型啊，你们那个脚就一会儿要强调说这个问题。来走，百鹅亮翅，小螺旋，好，大螺旋重心右移，身向右转，合胯领膝，好，撤步下沉，先进大螺旋，好，转腰，对，收，是不是脚后跟动了一下？来，领膝上提。好，撤步。如果脚后跟会动，那证明摆了一下脚尖。来，大螺旋。好，腰带，哎，回正是吧？脚不动，腰胯的运动的螺旋会更加的多，更加的充分，还不错啊。虚脚，这个无所谓的，你架子低就宽，架子高就窄啊，它这个没有这个刻意要求。然后这里的同学们注意看啊。我们把百鹅亮翅再做一次，跟着我的口令走，大小螺旋走稳啊！来走小螺旋左转腰，重心右移，右手上穿。好，小螺旋腰向右转，以身带手领左膝。好，注意看好啊！撤步到这儿踏实，先走大螺旋。好，注意看我的左脚啊，再走小螺旋，左脚不动。看这儿啊，我们为什么会当起来？因为收的时候是这么在收，看到啥区别了没有？腰收和蹬地去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顶不顶劲儿和脚动不动啊。所以腰转，肚子主动往左走，腰一走，右脚自然就上来，对，很好。但是我们不要做的那么夸张啊，稍微收一收，来领膝，好，撤步，先落脚，好，踏实，来，重心右移，身向右转啊，转的时候看好啊，腰带，是不是就开了？好，这个时候啊，两个手再顺势分开，走，一，手脚同步，对不对？外三合，好，回正，外碰，懂我意思了吧？腰再转一转，差那一点点了啊！来，金刚岛对，好，走遍百鹅亮翅，转腰，螺旋上穿，好，重心右移，转腰，领膝上提。好，撤步，轻轻落，来，先走大螺旋，左膝照左脚，欲右先左，欲左先右，还转腰，转腰，腰，哎，对，很好，轻松多了吧？其实咱们把腰转起来，腿真的不累了。来，领膝，好，撤步，腰走，先走大螺旋，好，小螺旋，腰带转，转，对，你会发现腰一转，真的比你自己用腿蹬还要省劲儿。所以膝盖不疼，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你螺旋充分。懂我意思吧？明白打明白？老沉默那会行。好，那么再学一个动作，咱们就可以吃饭了啊！来，百鹅亮翅，保持稳定啊！好，注意看身体，一定要